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又有 drama 吃啦，又是开心的时候啦。最近各位应该都知道960的 KVK 一直匹配失败，因为他们一直要追击1034。之前我还有专门做过一个影片，说过为什么 1V 会变成 RunV， 为什么他们要一直躲开960，就是怕灭国。那我们在开始故事之前呢，先讲一下最近的匹配为什么又失败了。那时候报名的最后一刻呢 ，CView 是看着4个画面，包括960、365、1093还有1034。1093是在很早之前就选择了奥尔良之围。在960报名之前 ，CView 是看到365还有1034，他们是选择了新出的地图神级妙车，那个地图是肯定不会匹配成功的，所以 CView 就选择了去报名兵无常势。那为什么960不要报名跟1093同样的地图，也就是奥尔良之围呢？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让1093跟960合作打1034还有365。但是大多数的玩家都说这样子匹配的话不公平，说960跟1093结盟的话很容易打败365跟1034，所以960才会选择了兵无常势。结果最后1034还有365他们是选择了奥尔良之围，也就是1093的地图，就变成兵无常势的地图只有960报名而已。那原本960的玩家要表示非常失望了，这一次又不能打韩国王国。那万万没有想到，莉莉丝是已经把1034从奥尔良之围踢出去了，要他们补报名。刚好唯一跳出来补报名的地图就是兵无常势，就是让他们有机会去打960。在大家都很期待 1V 到底会不会选择这张地图跟960单挑的时候，结果他们是完全没有报名了。那因为这一次兵无常势其实有好几个王国也是有报名，所以960要报名成功是几率很大的，没有想到最后也是报名失败了，就是说他们还要继续追击 1V。 但是在昨天豹哥就发布了一个贴文在讨论区那边，那这个贴文我是已经问过豹哥了，他说可以做成影片，所以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次又发生了什么事情。翻译一下豹哥这里到底写了什么东西。你好，不管你是谁，就像你们已经关注到的，目前我们在等待这个1034也就是 1V 匹配的 KVK。 可惜的是，尽管他们的王国已经 recovery KVK 了，就是说他们的王国已经休息了，我觉得不光只是 recovery KVK 啦，还有他们已经很多次报名都跳过了，而让他们成为了最高战力的王国。但是 1V 宁愿取消或者是干脆不选择报名来跳过可能会遇到960的 KVK， 虽然让人感到失望，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向960一起注册了，特别是考虑到所有其他像他们一样强大的先锋王国都已经报名了。唯一的原因就是1034他们宁愿去打一些比较弱的 A 王国，以吹嘘的方式或者是打败一些比较弱的 A 王国来提升自己的自信，就像曾经发生过的1079还有其他的王国一样。尽管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已经感到非常失望了，可悲的是目前他们也就是960已经注意到对方也就是1034他们所锁定的 KVK 并不是一场正常的 KVK， 包括正常的外交、正常的团队和公平。 1V 的 R5 宁愿选择以最恶心的方式前进，私底下跟其他的王国发送了邀请函跟他们结盟或者预先结盟。那你们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嘞？是不是在哪里听过呢？没错，就是365的剧本。1034你们怎么可以抄365的剧本？365找朋友，你们也是找朋友去报名。豹哥这里就非常感谢一些玩家和王国，他们诚实的向他们提供了1034缺乏运动加精神的信息，并向960提供了1034几张截图，试图预先跟其他的王国合作结盟，提升自己胜利的机会。这里豹哥就向 1V 喊话， 1V 我们知道你所做的一切，我们还知道你向4个先锋王国传达了信息，又或者现在已经变成了5个，这里是暗示着可能 1V 找更多的盟友来帮忙一起打960了。你是一个拥有310亿的王国，但是你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死王国一样，继续你现在的行为在私下结交盟友，即使我们960必须要面对不可能的对决，又或者是不能保证的公平损失，就是讲这个 KVK 可能是很不公平的 KVK， 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在这里战斗，因为这个就是游戏的本质。或者是你想要一个适当平衡的战斗 KVK， 注册还有停止你现在的后门外交，不要总说我们的王国有很多农夫，很多玩家已经弃坑的借口，我们也有大量的核心玩家已经弃坑了，农场号已经占领了他们大多数的联盟位置，960依然还在找着大型的 KVK， 不论最后是战斗胜利还是失败，请给自己一些尊严，不要不诚实的去玩这个游戏。不要忘了，就算你输了也不会少一只手一条腿，这只是一场游戏，所以来吧，跟我们打一场精彩的战斗吧。
这个算是豹哥发给万 V 的一封公开信吧，你们可以理解为不管万 V 有没有私底下去找盟友都好，960都是会应战的。但是也是要揭穿1034，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哇，私底下你样子跟人家结盟，这么多的王国去打一个只有2个联盟的王国，你觉得好意思吗？不过类似的事情之前有发生过了，所以这一次万 V 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也是不感到意外啦。而且我也是有大概想到万 V 可能会等一些先锋王国，他们可以报名的时候再一起报名去打960。毕竟我相信有蛮多王国都想要看到960输的，不管最后有没有拿到奖励都好，就是要把960打死就对了。我们来看一下豹哥提供的截图，这个玩家是来自1034的海绵宝宝，我看翻译是这样子写的啦。那他这里就有问到对方什么时候会报名 KVK， 这位海绵宝宝就有打算要跟他结盟，对方就问到跟谁结盟，你们想要跟谁打？海绵宝宝就说960在等着他们，所以我们需要像你这样子的盟友，为什么你们下一次不跟着我们一起报名？对方就说他们还不确定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报名。这时候对方还问到你们已经跟哪一些王国结盟了？海绵宝宝说其实他们需要盟友一起帮忙去打960，他正在跟2个先锋在谈着，对方就是不问不罢休，一直要问到底有谁，他这里就问到底有谁跟着一起报名，并不会马上结盟对吧？海绵宝宝说如果你跟我们一起报名的话，我们就会直接结盟，然后一起去打960。这个时候海绵宝宝就问到难道你跟960的关系很好吗？对方说他们跟960的关系是保持中立的，但是在 KVK 之前的私下结盟并不是他们想要的，这里还说非常阴险他这里是间接性骂了1034他们是阴险鬼。海绵宝宝就说我了解你兄弟，但是960实在是太强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预先结盟。对方是毫不客气的回复到他没有想到战力最高的王国，并且是已经过了 Recovery KVK 的王国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最后还补充到感谢你的邀请，但是他们还是想要以正规的方式外交，并不是预先结盟。我看到这个玩家是真的非常感到欣慰，我没有想到还会有这么正直的玩家。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玩家其实他可以拒绝1034就好，他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个东西分享给豹哥，让豹哥去揭穿1034的所作所为，因为他这样子分享有很大可能对方会报仇啊，可能去专门打他这个王国，或者是特意派一些兵去骚扰他的王国，进去里面捣乱烧天之类的。只能说这个玩家是真的很勇敢，他肯踏出来这一步，揭穿1034丑恶的嘴脸。以我个人的看法，其实讲真的，我是真的不太喜欢私底下结盟了。其他王国做这种行为的话，其实还可以接受，但是你是第一的大先锋为什么你还要去找盟友呢？并且以一些新地图来看，像兵无常势、神级妙策、沙场点兵、尼罗河之王都不太适合这么多个先锋王国报名所以你找这么多的盟友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你是真的想要我们去打八方吗？然后直接让960一个阵营打7个阵营吗？老实说，我看960的 KVK 是从他们 K3 开始看到现在的，我没有看过一次960的外交是优势外交。那你们看以往的记录，不是3打5就是1打3，又或者是像上一次的情况，也是365找了其他的盟友，3个先锋打2个先锋。就算1034跟960真的匹配在同一个地图，当然也是会谈外交先的嘛。并且除了他们外交结果之外，讨论区的玩家也是会声讨，尤其最近有很多场 KVK 都是不平衡的，都是有很多玩家去讨论这些事情。所以讲真的，1034是真的不用担心会不会不公平。但是你们也明显看到1034的截图了，他并不是想要公平的 KVK， 而是想要把960给打死。他是确保 KVK 一定能赢，他是利用了其他的王国想要打死960的心情一起去报名了。老实说，其实豹哥还有私底下跟我透露其他的东西，但是豹哥没有公开，我这边也不要公开啦。假设你是1V的玩家，请听着，你们的一举一动其实960都知道的。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drama 了。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